一个王朝从神级账号到彻底归零，只用了37年。公元280年，司马炎站在他人生的最高点，爷爷司马懿熬死了诸葛亮，伯父司马师废了皇帝，父亲司马昭杀了皇帝，最后这颗熟透的桃子稳稳落进司马炎手里。如果把中国历史比作一场吃鸡游戏，司马炎拿到的绝对是最顶配的神级账号，对手全灭，魏蜀吴三国的英雄死干净了，没人能打。资源满格，天下统一，国库充盈，士族支持，全天下的豪门大族都跟他穿一条裤子。按理说，这是下一个大汉盛世的开局，但这个 CEO 做了一个惊人的决定，躺平，不仅自己躺平，还带头搞起了一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炫富大赛。资治通鉴里记录了一个非常有名的段子，司马炎后宫有多少女人？1万多，多到他自己都不知道今晚该睡哪儿。于是他发明了一套解决方案，坐羊拉的车，羊停在哪个妃子门口就在哪儿过夜。后宫的妃子们不研究怎么打扮，改研究怎么种竹子撒盐水，因为羊喜欢吃竹叶，喜欢舔盐，上梁不正下梁歪，老板带头躺，底下的高管玩得更花。这里必须请出2位大晋合伙人，一个是皇亲国戚王恺，一个是当时的首富石崇。这2人的斗富故事简直是《资治通鉴》里的黑色幽默精华。王恺炫耀，下令家里洗锅用糖水。石崇一听冷笑，我家烧饭从来不用柴，用蜡烛。王恺拿出皇帝赐的一株2尺高的红珊瑚树，得意洋洋请大家参观。石崇看了一眼，拿起铁如意，啪的一声砸得粉碎。王恺惊呆了，你赔我？石崇笑了笑，让人回家搬来一堆珊瑚树，3尺的4尺的都有，随便挑。朋友们听到这里，你什么感觉？是不是觉得很爽？但司马光写这段的时候，心在滴血。他看到的不是有钱任性，而是统治阶级的癌变。这不仅仅是浪费钱的问题，这是一种精神上的腐烂。这群掌握国家命运的人，价值观已经彻底扭曲。他们不以报效国家为荣，而以不负责任为荣；不以勤俭为德，而以挥霍无度为时尚。这就像一辆满载乘客的大巴车，司机和售票员不仅在喝大酒，还在比赛谁敢闭眼开车。如果说奢靡只是让大巴车偏离了路线，那么接下来的操作就是司马炎亲手拆掉了刹车片。这就是著名的分封制。司马炎总觉得曹魏灭亡是因为皇室太弱，没有自家人撑场面，于是他一口气封了27个司马家的王爷，让他们带兵去各地镇守。不仅如此，他还选了一个历史上著名的接班人司马衷。大家对这个名字可能不熟，但对他那句千古名言一定如雷贯耳。有一年闹饥荒，百姓饿死无数，大臣汇报上来，司马衷这位皇帝皱着眉头，一脸天真地问：何不食肉糜？他们没饭吃，为什么不喝肉粥呢？很多人笑他傻，但在我看来，这不好笑，这很恐怖。这说明统治阶级已经和底层社会彻底物理隔绝了。在他们的世界里，肉粥是最低级的食物，连肉粥都喝不上，是不可想象的。一个智力有缺陷的皇帝坐在权力的火山口上，周围围着一群手握重兵、野心勃勃的王爷、八王，外围还有一群虎视眈眈的游牧民族、五胡。这哪里是国家？这简直是一个摆满炸药桶的仓库。而司马衷手里拿着那唯一的打火机，点燃这个打火机的不是别人，是他老婆丑后贾南风。在中国历史上，女性掌权者很多，吕后狠，武则天强，但贾南风是纯粹的恶。她因为嫉妒、
亲手杀死了太子，因为那不是他亲生的。这一刀捅穿了西晋最后的遮羞布。原本那些想造反又不敢造反的王爷们，一看，好家伙，皇后杀太子，这可是天大的理由。于是八王之乱爆发了。这不仅仅是宫廷政变，这是一场自杀式内战。今天你杀进洛阳，明天我杀进长安。为了赢，这些王爷开始干一件最愚蠢的事：招募胡人雇佣兵，不管你是匈奴人、鲜卑人还是羯人，只要帮我砍死我不喜欢的那个叔叔，我就给钱给地给官做。这就像家里两兄弟打架，大哥为了打赢对方，把门打开，请来了一群强盗帮忙。强盗进来了，忙帮了，人杀了。然后强盗问：这房子不错，我不想走了，怎么办？故事的最后是一场令人窒息的悲剧。曾经在金谷园里豆腐的石崇被拖到菜市口斩首，临死前他说：杀我的人是图我的钱啊。刽子手冷冷地回了一句：早知道是为了钱，为什么不早点散财做好事呢？曾经高高在上的晋怀帝被匈奴人抓去，穿着青衣给人针灸，最后被毒死。公元316年，西晋灭亡，中原大地，也就是现在的河南陕西一带，彻底沦陷。汉族百姓被屠杀，幸存者拖家带口跨过长江，逃往南方。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衣冠南渡。西晋像一个绚烂的烟花，只有37年的统一，然后就是长达300年的大分裂。司马光写这一章时充满愤怒，他想告诉我们，一个没有责任感的精英阶层是如何把一手好牌打得稀烂的。不仅是车毁人亡，还是亲手拆了刹车片。但历史的魅力在于，绝望中总有希望。当旧的贵族在战乱中死去，一群新的力量正在崛起。在南方，一个叫王导的人正在试图用宽容重建秩序。在北方，那些所谓的野蛮人正在开始学习如何建立文明。如果你穿越成东晋的开国皇帝司马睿，你会绝望的，手里没兵、没钱、没地盘，带着一群北方来的难民，虽然是贵族，跑到了南方土豪江东大族的地盘上。南方的顾家陆家看你就像看要饭的，你们北方人都死光了，跑我们这儿来蹭饭。这时候如果你想学秦始皇搞中央集权，分分钟就被灭了，怎么办？司马睿旁边站着一个绝顶聪明的男人，王导。王导给司马睿出了一个主意，构成了东晋100年的政治基石。跪着把钱挣了，这就是著名的王与马共天下。什么意思？就是皇帝司马家只做吉祥物，实际的权力、官位、土地全部切蛋糕分给世家大族，王家、谢家、桓家。大家可能觉得这皇帝当得太憋屈了，但在《资治通鉴》看来，这是最高明的妥协。在那种极度脆弱的时刻，如果还要争所谓的皇权威严，汉族政权早就完了。王导用一种镇之以静，我不折腾，大家随意的管理哲学，居然把这个拼凑起来的草台班子给稳住了。靠着这种和稀泥的策略，东晋苟延残喘了几十年，但该来的总会来。公元383年，北方那个最强的男人，前秦皇帝苻坚统一了北方。他带着80万大军，号称头鞭断流，杀气腾腾的南下，准备一波推平东晋。东晋有多少人？仅仅8万到10万，对，80万对8万，10比1，这就是送死局。这时候，东晋朝廷里乱成了一锅粥，只有一个人在淡定地下围棋，他就是谢家的掌门人谢安。《资治通鉴》写这段非常有画面感，告急的文书像雪片一样飞来，谢安看都不看，继续下棋。客人急得想跳楼，谢安淡淡地说了一句：小儿辈已大破贼。孩子们把强盗打跑了，
你以为他在装？不，他在打一场心理战。谢安知道，这时候如果连他也慌了，这8万人瞬间就会崩溃。他必须演出一种我已经赢了的气场，这就是著名的淝水之战。战斗的过程我就不细说了，但我必须讲一个细节，因为这个细节体现了文化的力量。两军对垒在淝水两岸，东晋将领谢玄对苻坚喊话：你们退后一点，腾出地方来，我们渡河跟你们决一死战。按理说谁退谁是傻子，半渡而击多好，但苻坚太自信了。他想，我就退一点，等你们过河过一半再杀。于是前秦下令后退。就在这一瞬间，东晋这边有人大喊了一嗓子：秦军败了！秦军败了！这一嗓子就像在充满火药味的仓库里扔了个烟头，哪怕是谣言，在极度紧张的战场上也变成了事实。后面的士兵不知道前面为什么退，以为真败了，转身就跑，发生了著名的踩踏事故，几十万人自相践踏，死者遍野，草木皆兵，风声鹤唳，都出自这里。这场战争的本质是什么？不是8万打赢了80万，而是有序打赢了无序。东晋虽然弱，但大家是为了保卫家园，有文化认同。前秦虽然强，但这80万人是抓来的壮丁，多民族拼凑，人心是散的。谢安赢在了定力，苻坚输在了傲慢。淝水之战给南方续命了很久，但历史的车轮继续滚动，滚到南朝宋齐梁陈。这里我们要讲一个最令人唏嘘的皇帝，梁武帝萧衍。如果你看他的前半生，简直是完人。他博学多才，琴棋书画样样精通。他勤政爱民，甚至规定老百姓可以直接去皇宫门口告状。他在位48年，是南朝最繁荣的时期。但是他有一个致命的 bug， 信佛，而且信得走火入魔。萧衍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出家的皇帝，他3次跑到同泰寺当和尚，大臣们没办法，只能大家凑钱，拿1亿巨款把他从菩萨那里赎回来。这就很荒诞了。皇帝不去治理国家，天天讲经说法。他下令全国不能杀生，祭祀祖先不能用牛羊，只能用蔬菜面捏的。他还特别仁慈，看见死刑犯就哭，舍不得杀。《资治通鉴》在这里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：仁慈是美德，但作为统治者，无原则的仁慈就是犯罪。因为他的仁慈，他接纳了一个来自北方的叛将侯景。所有人都告诉他，侯景这人是狼崽子，反骨仔，不能留。梁武帝说，没事儿，我要用佛法感化他。结果呢，侯景之乱爆发，侯景带着几千人就把皇宫包围了，曾经繁华的健康城变成了人间地狱。最讽刺的一幕来了，86岁的梁武帝被侯景关在台城，他饿得头晕眼花，想要喝一口蜂蜜水，看守的人冷冷地说，没有。这位统治了南方半个世纪的菩萨皇帝，最后活活饿死。在他死后，南朝彻底衰落。那个曾经衣冠南渡，保留了中华文明火种的南方，在无休止的内斗和虚伪的仁义中，耗尽了最后一点元气。讲到这里，我们回顾一下，西晋的奢靡让我们看到了富而无礼的可怕，东晋的偏安让我们看到了弱而有术的生存，南朝的梁武帝让我们看到了仁而无断的悲剧。如果你站在历史的上帝视角，你会发现一个残酷的事实：南方政权虽然精致、文化高、有钱，但在这个乱世中始终缺乏一种东西——硬核的组织力。他们太聪明了，太会算计了，太讲究门第了。每个人都在为家族打算，没人为国家拼命。与此同时，在那个被我们忽略的北方，在那些被汉人看不起的野蛮人中间，
正在发生一场惊天动地的基因突变。我们要去看看鲜卑族的北魏是如何通过一场自杀式改革，将胡人的武力与汉人的制度完美融合，最终孕育出让我们魂牵梦绕的隋唐盛世。当南方的贵族们还在喝茶下棋谈玄学的时候，北方发生了什么？简单说，就是吃鸡游戏。匈奴、鲜卑、羯、坎、羌5个主要的少数民族轮番上阵，今天你称帝，明天我屠城。这里我不讲那些复杂的国号，只讲一个细节，你就知道有多恐怖。后赵的皇帝石虎，这哥们儿简直是魔鬼的代言人。他征调了全北方几十万汉人修宫殿，不想修杀，想逃跑杀。他死的时候，整个北方白骨露野，汉族人口锐减到了灭绝的边缘。这时候，如果你是一个生活在北方的汉人，你只有2条路：一、死；二、躲进物堡，也就是像《水浒传》祝家庄那样的土围子，割据自保。这看起来是个死局，但这群野蛮人里出了一个异类，这个民族叫鲜卑，他们建立的朝代叫北魏。就在所有人都忙着杀人的时候，北魏的皇帝在思考一个终极问题：我们能在马背上打天下，但我们能在马背上治天下吗？答案是不能。如果继续杀下去，鲜卑人迟早也会被杀光。于是，中国历史上最惊人、最彻底，甚至可以说最变态的一次改革开始了。主角登场，北魏孝文帝拓跋宏。这个人的狠，不是对敌人，而是对自己人。公元493年，他干了一件大事。他对大臣们说：“我们要去打南朝，统一中国。”实际上，他是想借着打仗的名义，强行迁都，把首都从大同平城那个苦寒之地搬到洛阳，中华文明的中心。到了洛阳，大臣们不想走了，也不想打仗了。孝文帝说：“行，不打仗可以，但我们要在这里定居，而且必须答应我几个条件。这几个条件就是著名的全盘汉化，脱掉胡服穿汉服，谁敢穿皮袄上朝直接罢免。不说鲜卑话说汉语，30岁以下的官员再说一句鲜卑话就降职，改汉姓，皇室姓拓跋改成元，部六姑氏改成陆，独孤氏保留，通婚，鲜卑贵族必须娶汉族高门大姓的女儿。大家可能觉得，这不就是学习先进文化吗？不，这在当时鲜卑贵族眼里叫数典忘祖，是让他们灭种。反对的声音大到什么程度？连孝文帝的亲太子袁岚都受不了。太子觉得汉服穿着别扭，汉语太难学，想偷偷跑回北方老家。孝文帝怎么做的？他亲自下令赐死太子。为了改革，杀了自己的亲生儿子，这种决心震慑了所有人。鲜卑人彻底抛弃了自己的旧壳，融入了汉文化的血液。《资治通鉴》评价，这是极其悲壮的一幕。鲜卑作为一个民族在历史上消失了，但作为一个政治集团，他获得了永生。他把草原的武力基因注入了汉文明的制度躯体里，这就是后来隋唐盛世的源代码。胡汉融合之后，北魏后来分裂了，变成了东魏和西魏。这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在西魏，也就是今天的陕西西安一带，诞生了一个统治中国300年的超级天团。这个概念是陈寅恪先生提出来的，叫关陇集团。在《资治通鉴》里，他的雏形源于一个叫宇文泰的人。宇文泰是西魏的实际掌权者，他手里兵不多。为了对抗东边的敌人，他发明了一种制度——府兵制。简单说就是当兵光荣，全家免税。他把汉人的豪强和鲜卑的武将结合起来，分封了8柱国，8个顶级的支柱将军。这8个人有多牛？我们来看看这份名单，你会吓出一身冷汗。李虎、
他的孙子叫李世民，唐朝皇帝李泌，他的曾孙叫李密，瓦岗寨带头大哥杨忠，他的儿子叫杨坚，隋朝开国皇帝独孤信，这位更是神人。我们单说，你看懂了吗？后来的隋朝、唐朝其实都是这个关陇集团内部的家务事。杨坚夺了北周的天下，是外公抢了外孙的皇位；李渊夺了隋朝的天下，是表哥抢了表弟的皇位。这就是历史的真相，哪有什么从天而降的英雄？隋唐的辉煌，早在宇文泰建立这个军政合一的精英集团时，就已经注定了。在这一章的最后，我们要讲一个八卦，但这个八卦关乎国运。独孤信，八柱国之一，号称当时天下第一帅哥，侧帽风流。他之所以牛，是因为他特别会生女儿。他有3个女儿，分别嫁给了3个朝代的皇帝。大女儿嫁给了北周明帝，成为北周皇后。妻女儿嫁给了杨坚，也就是著名的独孤伽罗皇后。隋文帝皇后4女儿嫁给了李妃，生了个儿子叫李渊。大唐开国皇帝，如果你是独孤信，你过年发红包的时候是什么心情？大女婿是皇帝，二女婿是皇帝，外孙子是皇帝，3个朝代都流着独孤家的血。这不仅仅是巧合，这说明了当时胡汉融合已经到了什么程度。无论是杨家红农杨氏汉族高门，还是李家陇西李氏，他们都必须通过和鲜卑贵族独孤氏联姻来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。这种混血的基因造就了后来的唐朝皇室，他们既有汉文化的深沉与谋略，又有草原民族的开放与彪悍，所以李世民才敢玄武门杀兄逼父。草原习气，武则天才能当女皇，鲜卑女性地位高。好了，讲到这里，北方的故事线也清晰了。经过200多年的大乱斗，北方完成了一次系统升级。软件是汉文明的制度，儒家加官僚体系；硬件是游牧民族的武力，府兵制加关陇集团。现在这台超级机器已经组装完毕，它的名字叫隋，驾驶员叫杨坚。他即将发动引擎南下，灭掉那个还在唱后庭花的陈朝，结束这长达400年的分裂。公元589年，那是中国历史的一个高光时刻。隋朝的军队渡过长江，灭掉了南朝最后一个政权陈。那个写玉树后庭花的陈后主，带着2个宠妃躲在井里，被隋军像拎小鸡一样拎了出来。至此，分裂了近300年的中国终于统一了。大家都觉得新皇帝杨坚隋文帝肯定是个霸气侧漏的人物吧？完全不是。在《资治通鉴》里，杨坚的人设非常奇葩。第一，怕老婆，他是历史上出了名的妻管严。他的皇后独孤伽罗就是之前讲的独孤信的女儿，不许他有别的女人。有一次，杨坚偷偷宠幸了一个宫女，独孤皇后趁他上朝，直接把那宫女杀了。杨坚气得离家出走，跑到山里哭：我当皇帝当的一点尊严都没有。第二，抠门，他对自己抠，对大臣抠。他发明的粮仓含加仓，粮食存了50年都不坏，但他舍不得给老百姓吃，甚至舍不得给守边疆的战士吃。但他是个顶级的管理者，他用这种近乎变态的抠门和严谨，迅速恢复了国力。隋朝的人口激增，仓库里的钱多到穿钱的绳子都烂了。这时候，一个巨大的隐患出现了，谁来接班？杨坚的大儿子杨勇喜欢奢侈，喜欢女人，像个正常人。杨坚不喜欢，觉得他不像自己。而二儿子杨广看准了老爹的心理，开始了一场奥斯卡级别的表演。杨广是个什么样的人？在史书里，他被描绘成色鬼暴君，但在他当太子之前，他是全天下公认的完美偶像。装节俭，他知道老爹抠门，
就故意把琴弄断弦，把衣服弄旧穿给老爹看，装专一。他知道老妈善妒，就在府里只留几个又老又丑的佣人，只跟正妻萧妃生孩子，装礼贤下士。见到大臣的车，他都要停下来行礼。杨坚和独孤皇后感动坏了，这孩子太像咱们了，这才是大隋的希望啊！于是废了老大杨勇，立杨广为太子。《资治通鉴》在这里给出了那句著名的评价：大奸四伪，大伪四真。杨广不是坏，他是深不见底的城府让他骗过了所有人，包括他精明的父母。等到杨坚病重，发现杨广调戏自己宠妃的真相时，已经晚了。史书里有一个恐怖的传闻，杨坚死的时候，杨广就在隔壁。大臣出来说皇上驾崩了，但没人知道杨坚是被气死的，还是其他原因。不管怎样，公元604年，杨广登基，面具终于可以摘下来了。杨广一上台，立刻从省钱模式切换到了烧钱模式。他干了3件惊天动地的大事：一、修东都洛阳，每月役使200万人；二、修长城，累死的人不计其数；三、开凿大运河，沟通南北，全长2700公里。很多人骂他修运河是为了去扬州看琼花看美女，这是地摊文学的误读。在《资治通鉴》的视角里，杨广修运河的逻辑非常硬核，经济逻辑。经过几百年的战乱，北方被打烂了，但南方江南很有钱，他必须把南方的粮食运到北方来，喂养他的军队和京城。政治逻辑，关陇贵族的势力太大，他要控制南方，必须有一条水上高速公路。这件事功在千秋，直到今天我们还在用大运河。但问题是，罪在当代。杨广的问题不在于做什么，而在于太急了。他把爷爷辈父辈儿孙辈要干的100年的工程压缩在10年里干完了，甚至连那项伟大的发明科举制也是在这个背景下诞生的。为什么要科举？是为了公平吗？不是，是为了抢权。杨广受够了那些关陇贵族，李家独孤家，他要通过考试提拔寒门子弟，把权力收回到皇帝手里。如果杨广能多活20年，并且慢一点，他可能会是千古一帝。但他停不下来，压垮大隋的最后一根稻草叫高句丽，朝鲜半岛政权。杨广为什么要死磕高句丽？因为他不允许在他的天朝体系里有一个不听话的小弟，而且攻打高句丽可以消耗国内那些不听话的贵族兵力。于是他发动了3次远征。第一次113万士兵，后勤民夫200万，哪怕在今天，这也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超级兵团。结果惨败，不是打不过，而是杨广微操太多。他坐在后方遥控指挥前线，将领连进攻都要写奏折请示，等回复来了，战机早没了。他不服，接着打。第2次、第3次，这时候国内终于炸锅了，老百姓不种地了，男人都被抓去当兵当民夫，死在辽东的黑土地上。山东爆发了王勃起义，那首著名的《吴向辽东浪》死歌，别去辽东，白白送死，传遍了天下。就连杨广的亲信礼部尚书杨玄感也反了。大隋的崩塌不是像西晋那样慢慢烂掉的，而是像一颗心脏狂跳的巨人，突然血管爆裂。故事的结局有一种荒诞的美学。公元618年，杨广躲在江都扬州，北方全是义军，李密、李渊、窦建德，他回不去了。他也知道自己完了，他每天对着镜子照，摸着自己的脖子，跟萧皇后说：好头颅，不知道会被谁砍下来。他猜到了开头，没猜到结局。杀他的不是农民起义军，也不是李渊，而是他最信任的禁卫军。
带头造反的是他宠臣宇文述的儿子宇文化及。当叛军冲进宫殿时，杨广维持了最后的尊严。他说：“我是天子，怎么能用刀杀？给我一杯毒酒。”叛军说：“没有。”最后，杨广解下自己的腰带，让叛军把自己勒死了。这一年，他50岁，大隋两世而亡，享国37年。隋朝是一个悲剧的早产儿，就像一个极其勤奋的包工头，哪怕累死了，把地基打好了，墙砌好了，运河挖通了，制度建好了，然后他倒下了。这时候，一个叫李渊的人，杨广的表哥，带着他的儿子李世民走进了这个装修好的房子。他们只需要换个牌匾，把隋改成唐，然后稍微休养生息，一个伟大的盛世就诞生了。历史最大的讽刺就在这里，唐太宗李世民所有的贞观之治，其实都是在吃杨广的尸体。唐朝的制度是隋朝定的，唐朝的粮食是隋朝存的，唐朝的运河是隋朝修的。但李世民比杨广聪明在哪里？李世民一辈子都被杨广的鬼魂缠绕，他每天都在提醒自己，千万不要像我表叔那样急。他小心翼翼地驾驶着大隋留下的这艘巨轮，开创了著名的贞观之治。在他的治理下，中国进入了长达100年的超级稳定期。但历史的诅咒并没有消失，他只是睡着了。当时间来到100年后，李世民的重孙子唐玄宗李隆基登场了。这时候大唐已经富得流油，没有人再记得杨广的教训，也没有人再记得创业的艰难。盛世往往是裹着糖衣的毒药。如果要在中国历史上选一个生不逢和生亮的皇帝，那就是唐玄宗李隆基。他如果死在50岁，他就是千古一帝，连李世民都要靠边站。他在位的前半段叫开元盛世。那时候的大唐有多富？杜甫有句诗：稻米流脂粟米白，公司仓繁俱丰实。老百姓家里不需要锁门，因为没人偷东西；去外地旅游不需要带干粮，因为到处都有人请客。李隆基这人简直是文武全才的顶配，懂音乐，他是梨园祖师爷，能亲自作曲指挥几万人的乐团，《霓裳羽衣曲》就是他写的。懂政治，他重用了姚崇、宋孔这些顶级宰相，把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。懂军事，他把大唐的疆域推到了中亚，万邦来朝。但就像所有恐怖片的开头一样，当一切看起来太完美的时候，鬼就要出来了。这个鬼不是别人，正是时间。李隆基活得太久了，他在位44年，当一个英明的皇帝变成了一个倦怠的老人。他最怕的不再是饥荒战乱，而是无聊。在那个著名的胖子安禄山出场之前，我们必须先讲一个极其关键的制度问题——兵制。还记得我们在前面讲的关陇集团和府兵制吗？就是那个平时种地战时打仗，全家免税的制度。这曾是大唐无敌的根基。但到了李隆基这一代，这个制度崩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人口太多，地不够分了，老百姓没有地种，就不愿意当府兵，没人当兵怎么办？李隆基想了个办法，花钱雇人，募兵制。这听起来没问题，但在《资治通鉴》看来，这是一个致命的 bug。 府兵听谁的？听国家的，因为地是国家给的。雇佣兵听谁的？听给钱的那个将军，节度使的。于是一种新的怪物诞生了，节度使他们不再是国家的将领，他们变成了拥有财政权、行政权、军权的土皇帝。而此时的李隆基在干什么？他在沉迷于杨贵妃的温柔乡，他在看《霓裳羽衣曲》的彩排，他觉得外面的事儿交给那几个能干的节度使不就行了吗？如果说制度是干柴，那么点火的人就是宰相李林甫。在《资治通鉴》里，李林甫是仅次于秦桧的奸臣，但他奸得很有水平。
他的绝招叫口蜜腹剑，嘴上对你甜如蜜，肚子里藏着杀你的刀。李林甫为了保住自己的宰相位置，定下了一个可怕的规矩，绝对不能让汉族将领当节度使。为什么？因为汉族将领像王忠嗣这种，如果立了军功，就会回朝廷当宰相，威胁他的地位。那用谁呢？用胡人。李林甫对李隆基说，胡人没文化，不懂政治，只知道打仗，这种人最听话，最适合当看门狗。李隆基一听，有道理，准了。于是安禄山、史思明、哥舒翰这些原本处于边缘的胡人将领，迅速掌握了大唐最精锐的部队，其中最强的一个就是安禄山。他一个人身兼3镇节度使，范阳、平卢、河东，手握大唐4成的兵力。而李隆基还在皇宫里把他当成一个会跳胡旋舞的可爱胖子，甚至让杨贵妃收他当干儿子。这哪里是干儿子，这是养在卧室里的一只老虎。公元755年冬天，安禄山在范阳，也就是北京起兵，借口是清君侧，杀杨国忠，杨贵妃的堂哥。很多人以为大唐军队会像以前一样分分钟灭了叛军，结果却是渔阳鼓鼓动的来，惊破霓裳羽衣去。安禄山的大军一路南下，像切豆腐一样切开了大唐的防线。为什么？因为内地承平日久，几十年没打仗了，那些守城的士兵看到安禄山的军旗，腿都吓软了。最讽刺的一幕发生了，李隆基听说安禄山反了，第一反应是不可能，他是我的乖儿子。等确认是真的，他才慌了神，带着杨贵妃、杨国忠和皇子皇孙，连夜逃出了长安。这一逃，标志着盛唐的终结。那个万国来朝的长安城被叛军洗劫一空，李白的诗、杜甫的酒、张旭的草书，都在战火中化为灰烬。我们要讲的最后一个场景是马嵬坡，在逃亡的路上，走到马嵬驿，护送皇帝的禁卫军不走了，大家又饿又累，看着前面那个还在吃香喝辣的宰相杨国忠，怒火中烧。士兵们冲上去杀了杨国忠，把他的头挂在驿站门口。但这还不够，带头的将军陈玄礼对李隆基说，祸根还在。李隆基装傻，杨国忠不是死了吗？将军指了指皇帝背后的帐篷，那里躲着杨贵妃。士兵们的逻辑很简单，你是皇帝，我们不敢杀你，但你的错误，宠信奸臣，荒废朝政，必须有人买单，这个单只能由你最爱的女人来买。这是《资治通鉴》里最残忍的一笔。72岁的李隆基，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帝王，在这一刻只是一个为了活命而抛弃妻子的懦夫。他掩面而泣，挥了挥手。杨贵妃被高力士勒死在佛堂前的梨树下，死的时候她38岁。士兵们看到贵妃的尸体，终于满意了，高呼万岁，继续护送皇帝上路。你看，这就是权力的代价。当权力失控时，没有任何温情可言，哪怕是在天愿做比翼鸟的爱情，在兵变的刀尖面前，也只是一个用来平息愤怒的祭品。安史之乱最后被平定了，靠的是借回纥兵和郭子仪苦战，但大唐的脊梁骨已经被打断了。从此以后，大唐变成了一个植物人帝国，中央政府没有兵，只能靠各个节度使给面子，宦官开始掌权。因为皇帝不再信任武将和文官，老百姓流离失所，杜甫写下了字字泣血的三吏三别。接下来的150年，大唐就在这种半死不活的状态中苟延残喘，直到有一天，一个叫朱温的流氓彻底拔掉了他的氧气管。在《资治通鉴》里，朱温是恶的集大成者，他不是曹操那种奸雄，他是纯粹的流氓。他原本是黄巢起义军的小弟，后来投降唐朝，反过来杀以前的兄弟，
他杀人如麻，把活人当军粮，他荒淫无度，连儿媳妇都不放过。但他有一个特质，狠在那个谁拳头大谁有理的时代，流氓往往活得最好。公元904年，朱温觉得唐昭宗不听话，派人把皇帝杀了。杀了皇帝还不够，他觉得朝廷里那些自命清高的贵族太烦人，于是人类文明史上最黑暗的一幕——白马驿之祸发生了。这不仅仅是一次屠杀，这是一种文化的断根。朱温的谋士李振是个考不上科举的落地秀才，他对那些名门望族恨之入骨。他对朱温说，这些大官以前自称清流，看不起我们，今天不如把他们杀光，扔进黄河，让他们变成浊流。朱温一听，好主意。于是在华州白马驿，30多位大唐最顶级的宰相高官裴叔、独孤损、崔远被集体处决，尸体扔进了滚滚黄河。这标志着什么？标志着从东汉以来统治中国近800年的氏族门阀体系彻底灭亡了。还记得我们在前面讲的王家、谢家、关陇集团独孤家吗？在这一刻，他们的肉体和精神都被这个流氓时代冲进了下水道。从此以后，中国再无贵族，剩下的只有2种人：拿刀的军阀和种地的百姓。大唐灭亡后，中国进入了5代十国。这53年就像按了一个快进键，中原换了5个朝代，梁唐晋汉周换了13个皇帝，平均每个皇帝在位不到4年。为什么换得这么快？因为这个时代的逻辑变了。以前当皇帝要讲血统，讲德行，现在呢？5代的一个军阀安重荣说出了一句千古时政名言：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，宁有种耶？只要我兵强马壮，我就能当皇帝，还要什么血统？这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巅峰。谁手里有兵，谁就造反。儿子杀老子，弟弟杀哥哥，大臣杀皇帝，石敬瑭引契丹人灭后唐。老百姓呢，就像草芥一样，军队走到哪儿吃到哪儿，没粮食就吃人。这在5代史书里屡见不鲜。这是一个只有生存没有生活的地狱。司马光写到这里，笔尖都在颤抖。他不仅是在记录历史，更是在问：难道我们就这样一直杀下去吗？谁能来终结这个恶性循环？终于，救世主来了。但他不是靠杀人，而是靠做局。他叫赵匡胤。公元960年正月初1，听说契丹人打过来了，其实是假情报。赵匡胤带着禁军出征，走到陈桥驿这个地方，大家喝醉了。第二天醒来，赵匡胤发现自己身上披了一件黄袍，手下的兄弟们拿着刀喊：点检做天子，点检做天子。这就是陈桥兵变，大家都懂，这是赵匡胤自导自演的。但他牛就牛在不流血，他进京城下令，军队不许抢劫，不许杀前朝皇室柴家。这在5代十国是不可想象的。老百姓本来都准备逃难了，结果发现这回怎么没杀人？但赵匡胤心里清楚，我今天是靠兵变上台的，明天我的手下也会学我，把黄袍披在别人身上。这个死循环必须在我这里终结。赵匡胤没有像朱温那样杀功臣，也没有像刘邦那样设鸿门宴，他组了一个史上最高端的局——杯酒释兵权。建隆2年的一个晚宴，赵匡胤请石守信等几个拜把子兄弟喝酒，喝到一半，赵匡胤开始叹气：做皇帝太难了，不仅睡不着觉，还天天怕被人杀。兄弟们吓坏了：大哥，谁敢杀你？赵匡胤说：你们虽然不想杀我，但你们的手下要是贪图富贵，把黄袍披在你们身上，你们想不干也不行啊。兄弟们一听，跪在地上磕头：陛下救命！赵匡胤给出了他的商业解决方案：人生苦短，不
不如多积点钱买房买地留给子孙。天天喝酒看美女不好吗？咱们君臣之间没有猜疑，这才是双赢。第二天，所有大将集体交出兵权，告老还乡。赵匡胤兑现承诺，给了他们巨额的财富和最好的待遇，甚至和他们结为亲家。这不仅仅是一次权力的交接，这是一次伟大的制度转型。赵匡胤用钱买断了武将的政治野心，从此宋朝确立了重文抑武的国策。中国历史从武人政治，谁拳头硬听谁的，转向了文人政治，谁读书多听谁的。虽然这导致了后来宋朝军事上的软弱，总是挨打，但它彻底终结了那种每隔几年就换个皇帝，杀得血流成河的内乱模式。老百姓终于可以安安心心的种地做生意了，这就是文明的胜利。《资治通鉴》写到赵匡胤建国，公元960年，也就是五代结束的时候，戛然而止。为什么不写宋朝？因为司马光是宋朝人，当朝的事不能写，也不敢写。但他把这部书献给皇帝宋神宗的时候，意思已经非常明白了。陛下，您看这1300多年的历史，从三家分晋的礼崩乐坏，到汉唐盛世的辉煌，再到五代十国的地狱，历史就像一个回旋镖。凡是修德行、守规矩、爱百姓的朝代，虽然也会亡，但那是寿终正寝。凡是玩权术、坏规矩、暴虐无道的朝代，如秦、隋、五代，死的都很快，而且死得很惨。司马光最后送给我们每一个读者的，其实只有8个字：善可为法，恶可为戒。我们读《资治通鉴》，不是为了学那些阴谋诡计，而是为了在看透了人性的黑暗之后，依然选择相信规则，相信文明，相信善良的力量。朋友们，我们的《资治通鉴》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。这40分钟的旅程，我们跨越了1000年。如果您听完觉得意犹未尽，甚至觉得有点背脊发凉，那就对了，因为这才是真实的历史。它不负责让你爽，它只负责让你醒。感谢您的陪伴。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，请点赞收藏。历史的长河滚滚向前，我们下本书再见。